2000年1月30日，阔别已久的假面骑士终于重返电视荧幕。经过专业人士们的大胆创新，它不仅实现了完全独走，更为平成骑士系列奠定了传世根基。作为有幸见证过历史的一代，假面骑士空我之于我是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是我视频创作的原点，也是一壶历久弥新的陈酿。正是怀揣着这份对空我的热爱，我与23同号历时1年多筹备的空我异闻录系列，总算赶在节目诞生25周年纪念完结前夕面世了。第0期将聚焦空我诞生前的10年，若感兴趣就请接着往下看吧。故事要从1989年说起，随着克莱西斯帝国的覆灭，假面骑士再度与电视荧幕告别。具体原因并非如往传那般是假面骑士系列一路以来的制作局每日放送未已通过新节目的企划，亦或是受到了童年差点毁掉了2次元的宫崎勤事件的影响，而是当年的东映就未曾规划过接当太阳之子的新假面骑士。据关系者多年后回忆，与其说那段时期的每日放送以及赞助商不关心假面骑士，倒不如说是那些个大人物们在制作完假面骑士 Black RX 过后也感受不到这个系列的可能性了。不过考虑到 IP 的存续问题，大人物们最终决定在 Black RX 本片穿插荣光十人的故事，为假面骑士从电视向儿童杂志媒介转移做好准备。最终假面骑士 SD 系列漫画应运而生，并附有同名 OVA 以及电子游戏产品。到了假面骑士诞生的第20个年头，为了顺应彼时兴起的 OV 热潮，东映旗下的东映 Video 与东映本部的电影制作部联合万代于1992年发行了以录像带为载体的真假面骑士序章。该影片原定将推出3到5部续集，可最终未能实现。具体原因，出品方至今未公开，仅在某位关系者谈及自己负责的某部剧场版时，以真为反例隐晦的提及其续集企划流产与所谓的成人向特色、目标受众定位不明确，以及本次 OV 试水的成绩并未达到预期，脱不开关系。4年成了东映开设超级英雄展的东风，刚刚提及的2个单位与万代这都联手推出了与五星战队大连者以及特州机器人强帕森剧场版合并上映的假面骑士 Z。顺带一提，这部也是我的假面骑士启蒙作。从那时起，我便与让人既害怕又向往的骑车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不知道屏幕前各位的启蒙作又是哪一部呢？同年受到与远古联手制作的特别节目《奥特曼 vs 假面骑士》的启发，制作团队顺势为第2届东映超级英雄展中上映的假面骑士 J 添入了巨大战元素作为卖点。可以发现，即便离开了电视荧幕，假面骑士还是会时不时拓一下以维持热度，但这种存在感终究掀不起什么风浪。对于平成元年前后出生的孩子们来说，假面骑士实则并没有那么的熟悉，他们对这个 IP 的认知程度更多是父辈或是哥哥们口中带点恐怖色彩的英雄节目而已。即便赞助商们在此前已多次表达了想要让假面骑士重返电视荧幕的意愿，东映也压根没有说服制作局每日放送的理由。终于到了1996年年中，时任东映电视事业部第2营业推进部部长的铃木武信认为，距离初代假面骑士播出已过了25个年头，当年的观众应已为人父母，若是打造一档能实现父子共享的假面骑士，兴许便能获得制作局的垂青。就此，假面骑士复活计划正式启动。以上说法是我根据当年关系者的访谈整理出来的，放哪里说都不会有错。可若再深入挖掘一番，铃木欲复活假面骑士其实还藏了点私心。在揭示这点以前，容我先打个岔。本次空我纪念企划分为异闻录系列、异闻录的额外拓展以及空我全集 version， 内涵各位在营销号、云解说或是梗合集里头不可能看到过的干货与独到见解，多给我们点正面反馈即可有效催更。时间回到假面骑士复活计划启动的4个月前，一份指控东映副社长兼东映 Video 社长偷税漏税、收受贿赂、亏空公款的可疑文件，突然在东映及其关联企业中大肆传播。经国税局介入调查后，这位大领导的违法违纪行为被坐实。该起事件的真正诱因为东映内部的派系纠葛，而我们诞下假面骑士系列的头号功臣渡边亮德，也就是开头提到的大人物之一，就此成了那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随着渡边主动离职，彼时的东映电视事业部第2营业推进部部长，被誉为宇宙刑事之父的吉川靖临危受命接任了东映 Video 社长一职，这才连带着让刚捣鼓完超力战队王连者的铃木武信坐上了吉川的位置。于是复活假面骑士变成了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上述内容属于可讲可不讲的范畴，斟酌再三后，我们还是选择了讲，主要是为了让不熟悉铃木武信的观众先对他留下点印象。毕竟要深入探讨空我，就必然绕不开这位大人物。且某种意义上，若非他在空我的制作陷入危机时，把因为得罪了上司吉川靖而被发配去锁水塘的某人捞回了本部，假面骑士系列也不可能延续至今。至于某人的身份，相信部分观众已猜到，等后续涉及到某人的篇章，我再正式把它引入，好吧？
为了推动假面骑士的复活，关系者开始通过每月电视杂志进行专题预热，并收集孩子们的来信反馈作为谈资。与此同时，每日放送不久前立项的某个节目正式开拍了，它也在日后成为了假面骑士复活道路上的一大阻碍。而这档节目正是实际上，迪迦奥特曼当时在收视竞争激烈的土六档表现得并不理想。要知道，该时段的前作正是因收视率从前作时期的10%到15%跌至了个位数，才让光之巨人有了可乘之机。但考虑到每日放送已在该时段播了2年半女性向动画，并不具备让更适合男孩子收看的巨山超力霸发光发热的土壤，因此得重新积累观众群的迪迦，平均7.3%的收视率尚能让大人物们接受。且迪迦中间的广告时段早已被赞助商们承包，即便收视率再低，制作局都不会亏钱。更何况其相关玩具、书籍等商品的销量还远超了预期，让每日放送也尝到了甜头，这才直接催生了续作《戴拿奥特曼》。对此，以铃木武幸为首，想要复活假面骑士的关系怎么判断？经由奥特曼开疆拓土，土六档播放的是特色节目，在观众群中已形成广泛认知。若新节目能成功接档戴拿，定是最优解。再加上假面骑士之父于前不久与世长辞，让这些后继者们愈发坚定要假面骑士复活，以缅怀石森章太郎。于是，在与每日放送以及赞助商们达成共识后，铃木立即启动了新企划的推进工作。没过多久，一份标着假面骑士 Crossbreed 字样的企划书便提交到了每日放送那边。据相关人士透露，企划标题中的 Crossbreed 是罗马数字15的意思，意指第15位假面骑士。其形象设计源自石森章太郎生前为某杂志媒体绘制的骑士草图。编剧方面，铃木则邀请了曾于1992年为娘战队喷射人大胆引入错综复杂的爱情元素，使当时陷入停播危机的超级战队系列成功续命的编剧井上敏树。此外，井上的父亲还是昭和假面骑士系列常驻编剧伊上胜。铃木邀请井上负责 Cosplay 的剧本创作，也暗含了假面骑士世代传承的寓意。该企划在剧情设定上讲述了某植物怪人组织通过将种子植入人类或动物体内来制造怪人，以体现现代人类遭受大自然报复的主题。事实上，这份企划并未存活太久就被否决了。每日放送不予通过的原因之一，正是其旧时代风味过浓。说白了，制作局那边判定第15位骑车人并不具备在当年的环境中大火，或是能比咸蛋超人表现得更好的潜质。为此，团队内部只好重构企划大纲，随后确立了要将新的假面骑士打造成如同 T8 版蝙蝠侠、墨菲那般在当年日本大火的冷峻孤胆英雄形象，以此区别于硬核特色风格的奥特曼。待企划案修改完毕并再度上交到每日放送那边时，其标题也从假面骑士 Cosplay 换为了石森章太郎生前为那份草图中的骑士所取的名字假面骑士盖亚。可最终等来的却是对面的一句：巧了，我们接下来要播的节目就叫盖亚奥特曼哟。啼笑皆非的众人只好作罢。实际上，每日放送会选择盖奥特曼而非假面骑士盖亚的部分原因，我在前面已有所铺垫。虽说假面骑士已然诞生了这么多年，但超过半数时间都处于停播状态，休眠期还一次比一次长，导致大众对这个 IP 的认知早已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这点也可从那段时期刚进入业界的演员与史大夫的访谈中得到验证。大部分人均表示自己的童年中并没有出现过假面骑士。那么每日放送与其冒险复活沉寂多年的骑车人，还不如接着播已有2年收视基础的超人力霸王来的实在，既有人兜底，又能坐享其成。假面骑士做得到吗？退一万步讲，基于戴拿完结后空档的又不只有你假面骑士。若每日放送真要停播奥特曼，选的制作成本更为低廉、更容易吸引观众的动画节目或者综艺节目，甚至播报新闻，可能都比骑车人要强。说白了，那个年代的从业者们就如同最初放弃了制作接档太阳之子的新节目的大人物们那般，已感受不到这个系列的可能性了。虽说假面骑士盖亚企划未予通过，但值得一提的是其核心设定之一，即从超古代遗迹中发掘出腰带后被假面骑士空我所继承。而我相信肯定会有观众好奇，为何20世纪末诞生的超力战队王连者、迪迦奥特曼还有假面骑士空我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超古代为故事背景。就如同光战队负面人的主题来自当时的气功热，究极战队 GoGoFi 中的末世元素源于1999年世界末日论，假面骑士嘎补把近几年兴起的非法打工现象融入了节目架构一般。电视行业素来是追赶时髦的，何况是特色剧呢？彼时恰逢日本社会因考古学界重大发现频传，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超古代文明热潮。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就在空我完结前夕，这股热潮突然如泡沫般消散，甚至成了当代日本人最不想谈及的黑历史。而事情的源头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一位名为藤村信一的业余考古爱好者，从地表层约4万年前的遗址中发掘出了40多枚小石器，一举终结了日本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的学术争议。仅仅过了2年半，他又从17万年前的地表层中发掘出石器，至此潘多拉魔盒便被藤村所揭开。1992到1999年间，经由藤村的发掘，日本历史教科书几乎每年都得修改一遍，且与80年代13万年的时间跨度相比，20世纪末他已将日本史前文化年代一步步加码到70万年，证明了北京猿人时期的日本同样存在的猿人。他也因此喜提神之手的美誉，并非这个神之手哈。而在展现了数次神迹后，他甚至扬言要找到100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以证明日本才是人类文明发源地。彼时，神之手的一言一行不仅让媒体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头条素材，大众的民族自豪感倍增，连地方旅游业也刮起了史前文明观光热。然而，大部分人似乎都默契地忽视了多数考古学者耗费数十年都未能取得的成果，经由神之手的发掘竟变得稀松平常。且这位考古学界的 GOAT 这么多年来都未拿出过一份真正的学术报告，即便当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可换来的却是媒体的冷嘲以及民众的热讽。不过纸终究是包不住火了。2000年10月，本着记录下奇迹瞬间的媒体不成了，却因此拍下了神之手伪造神迹的全过程。这也宣告持续近20年的考古骗局迎来了终结。霎时间，超古代不仅成了人人避讳的竞技词汇，还让全日本沦为了世界的笑柄。试想一下，若神之手的谎言早个1年半载被揭穿，空我的框架也将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那寓意着古代的5代雄界还能是5代雄界吗？聊完超古代的前因后果，让我们先把话题绕回假面骑士复活计划。由于前面提及的失败经历，以铃木武幸为首的企划团队判断，与其等多1年整出个假面骑士古家企划，但换来每日放送方的一句巧了，我们接下来要播的节目就叫古家奥特曼哟，还不如考虑下被奥特曼霸占了土6档外的播出档。也是在这个节骨眼，铃木向人捣鼓着新生代的银河人的制片人发起了担当假面骑士复活企划直接负责人的邀约，而此人正是后来假面骑士空我的制片人高市成纪。作为沐浴着奥特曼光辉成长的一代，想要加入远古却意外被东映聘用的高市，在初入职场那几年，对东映英雄节目僵化的制作体系是深感失望的。他认为自己曾参与制作的假面骑士 Black 与续作假面骑士 Black RX 本质上不过是原上司吉川镜将宇宙形式系列内核简单套上假面骑士外衣的流水线产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创新。因此在 Black RX 完结后，高市擅自想着永远不能让假面骑士再次在这世间复活，这是我的使命。而在得知真假面骑士序章以及假面骑士 ZO 这些作品将面世的消息后，隶属于电视制作部的他也苦笑着感慨了一句，结果还是复活了吗？可在被 ZO 所折服后，高市也重新思考起了让曾经的大明星以当代英雄之姿重生的可能性。几经波折，高市终于熬成了超级战队系列负责人。为了突破陈旧的制作体系，拓展儿童节目的宽度，在期间他也为超级战队击出了多记变化球，比方说启用东映不可思议喜剧核心编剧浦泽义雄为机动战队车联者注入荒诞喜剧基因，次年又制作了将校园剧与数码科技糅合了电车战队百万连者。然而这些创新并没有如高市所愿般拓宽儿童节目的宽度，反倒是他大胆启用 AV 女优担当穿着清凉的反派干部的方针，实打实的拓宽了儿童节目的尺度。然而在进入新一轮电视台改编期后，超级战队系列的制作局招致电视台却把播没几集的百万连者从周五放学时段挪到了周一一大早放送。尽管在前人的努力下，周日早上已累积了稳定的特色观众群，档期调整也有让同类节目相互引流的战略考量，但对当时的高市而言，电视台无疑是将他精心打造的创新企划一脚踹到了路边。这也直接导致陷入自我怀疑的高市放弃了鲁莽的挑战性实验，为来年的新作战队银河人制定了更为稳妥的路线。除了启用 AV 女优担当穿着清凉的反派干部这一方针的延续外，就在银河人放送至中后期时，铃木武幸向彷徨中的高市发起了复活假面骑士的邀约，或为摆脱迷茫，或为拾回初心。这个曾经最不想要假面骑士于世间复活的男人，最终决心亲手揭开尘封的石棺，开启一段名为完全独走的朋克之旅。高市成纪做的企划大纲由于太过暴力，遭到了每日放送否决。不过他也因此收获了2元助他诞下假面骑士空我的得力干将。后续的制作局变更以及某位 IQ 超群的传奇人物，外加一众假面骑士粉丝的应援，复活企划总算顺利落地。然而这之后，高市竟相中了一位问题人物交团队，这也让他的上司头痛不已。预知各种秘辛，敬请期待《空我异闻录》第1期。